要过上理想人生永远摆脱不了钱与投资的话题，因为没有钱，真的很多事情不能做。所以今天我想聊聊一个散户投资人最常忽略的问题：你为什么选择投资这家公司呢？这不是那种很有推荐网络上大家都在买的理由，而是一个真正有逻辑、有架构的问题。嗨，欢迎回到第二Joe，我是Joe，在这里我会分享商业思维、个人成长以及有趣的新知，让我们一起找到天赋热情，过上理想的生活。我个人有听 Podcast 的习惯其中一个我很喜欢的频道叫做 M 观点。身为这个 M 观点以及 M 大的忠实听众，我听到他在近期讲了投资 thesis 的这个观点，真的深有同感。他提到如何建立自己的投资 thesis， 或更直白的说，如何建立你投资的论述与逻辑，是那些想要靠选股来获得超额报酬的投资人非常重要的能力。当然，在 M 大的这集内容有详细介绍了如何建立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回过头来想一想，我想大多数的散户投资人其实真的不具备这样的商业知识与行业分析能力，或者说工作都这么忙了，根本没有那么多时间从头开始自己摸索。所以今天我想试着融合我在行销策略的行业经验以及 MBA 的训练，用浅显易懂的方式，从0到1教大家如何结构化的建立自己的投资 thesis。 这只是一个入门框架，只涵盖基本面分析，它不保证你学了就一定会赚钱，也不保证你能够获得超额报酬，因为投资需要长期的累积学习。但我能跟你保证，这套我整理出的框架可以帮助你找到起步的方向，至少你不会再凭感觉或市场上的吹捧跟跟风来投资，而是开始有根有据的做投资判断。这集我也会用实际的案例分析 Tesla， 让大家更有实际分析的感觉。准备好了吗？让我们开始吧。在商学院所有的企业跟投资分析都会习惯建立在框架上。为什么呢？因为框架就像 GPS， 能帮助我们避免迷路，找到问题的核心。今天我要分享的是由3个我自己整理出来的框架组合而成的基本面分析，分别是 SWOT 分析、Pareto 分析、波特五力分析。为什么这么多的模型或框架我只选用这3个呢？因为 SWOT 分析是站在企业自身的角度分析自己的优势与挑战， Pareto 分析是分析不可控的外部因素对企业的影响，波特五力分析是了解行业内与供应链相关的竞争关系。你发现到了吗？企业内部因素、外部不可控因素、行业内的关联性因素，一家企业成功与否会面临到的大多数因素，已经都被涵盖在了这3个分析框架里面。现在就让我们来分别看一下怎么使用这3个分析框架，同时用 Tesla 作为分析案例。第一个框架 SWOT 分析，看内外的优势与挑战。有学过行销或是一点管理学的人都知道 SWOT 分析，它帮助我们分析企业内部的优势、劣势以及外部的机会还有威胁。用白话文来解释假设公司就像是一个网红，想要去跟人比拳上， SWOT 就是在这个时候问你强在哪里，弱在哪里，场外有什么机会在等着你，场外又有什么陷阱要很小心。以 Tesla 为案例，Tesla 的优势我自己认为是工程导向的企业文化，所以能够有效的追求低成本和高效能。FSD 自动驾驶日趋成熟， Optimus 机器人的商业运用未来可及，以及马斯克本人强大的个人品牌效应等。劣势是特斯拉会习惯性的延迟产品发表，很多时候会降低投资人的信心，高度依赖马斯克的个人魅力与做事风格，有时会是一把双面刃。有什么机会呢？全球能源转型以及 ESG 企业永续，还有环保意识的抬头， AI 人工智能的爆发加速了技术提升的可能性，还有许多资源的可用性。场外有什么威胁呢？竞争者如 Rivian 或 Waymo 在自动驾驶的挑战，以及传统车企的逆袭，像是近期 Honda、Nissan 和 Mitsubishi 正在确认进行合并的谈判等等。这
这都会加大传统汽车的制造和创新的整合能力。总结SWOT 能够帮助我们搞清楚特斯拉的内部、外部基本面，像是在它的这个拳赛上的体检报告圈出一些重点，比如说以特斯拉为例，比别人可能有更高的身高或是体重，像是技术或是工程能力，但很容易出现短期体能的续航力不足问题，像是马斯克很爱出风头啦，产品容易延后发表等等。接下来第二个框架模型 PASO 分析，检视外部宏观环境，帮助我们全面分析外部环境对公司的影响。它分为6个维度：政治、经济、社会、技术、法律和环境因素。很多时候我们看新闻或是网络资讯搞得脑袋乱七八糟，根本不知道怎么整合和判断。这时候你就可以拿出 PASO 分析图表，你就可以马上知道现在这些资讯是围绕着哪个维度展开讨论，可以帮助你很快的找到方向，帮资讯做正确的分类。用白话文来解释想象如果你是一名网红，正准备去打拳上擂台赛，在比赛前你会做好情搜嘛，去了解有哪些因素会影响你的成败，像是比赛的规则啦，使用的手套重量除了场上比赛之外，有无场下对决的可能，观众的流量还有期待等等。那么以商业案例特斯拉为例，政治因素我个人认为有利的因素为川普上任后可能倾向颁布对马斯克产业链的友好政策，像是有可能放宽或加速自动驾驶的法规，以及近期川普任命马斯克的好友 Jared Isaacman 为 NASA 局长，这将有助于SpaceX 未来的太空计划发展。当然有正面也会有负面因素，负面因素为国际贸易的摩擦会加剧，地缘政治、美中台等紧张局势可能会导致供应链的中断，原材料价格的波动会影响到产品售价的成本。经济层面的因素因为通货膨胀因素，高价车款的销售将会放缓，低价车款则会受到较多的青睐。另外因为国际市场局势影响，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特斯拉的出口收入和进口的成本。社会因素近年来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环保和可持续性的发展，特斯拉的品牌形象非常契合这个趋势。技术因素，电池能量的密度啦、充电的时间成本等方面的突破这些都直接影响电动车的续航力以及普及的程度。当然 AI 的崛起在技术的发展上也成为一个一大助力。法律的因素，各国的新能源补贴政策对特斯拉可能是利多，但要小心政策的变化，像是政党轮替后的修法。另外知识产权的保护也是一个大家容易忽略但是很重要的一个法律因素。特斯拉能否在专利和技术上获得法律的保护，同样也是特斯拉能否具备竞争优势的关键。最后环境因素，全球减碳的趋势让电动车越来越成为市场的主流，但电池回收的问题也将是未来的挑战。同理，像是锂钴等电池原材料的供应的稳定性，对特斯拉的生产成本将是不得不防范的影响。第3点，波特五力分析。波特五力分析是用来分析行业结构和竞争力的经典框架，可以分为5个面向。第一，现有竞争者，市场上已经有多少的竞争者，这个竞争是否很激烈。第二，新进入者的威胁，这个行业的入门门槛高不高。第三，替代品的威胁，有没有某些产品会取代这家公司的服务或业务。第四，买方的议价能力，简单的说就是消费者对于这个价格的波动敏不敏感。最后一个，供应商的议价能力，关于到这个特斯拉整个的供应链跟它的产业链是否是一个稳定，而且特斯拉是比较强势的有话语权的状态。白话文解释就像是分析一场拳上比赛的对手，谁是我的对手，有没有可能有其他潜在的新进对手加入，观众会不会买票，还是他们会选择看其他的娱乐，裁判的判决公不公平等等。接下来我会用特斯拉作为一个案例，计算方式我会分成3个程度。如果这个因素对特斯拉是一个高威胁，那么特斯拉就会拿到0分；如果是中等威胁，特斯拉就会拿到0.5分；
如果是低威胁，特斯拉就会拿到1分。最好的情况下就是特斯拉拿到满分5分，代表特斯拉在这个行业内是完全胜利。最惨的情况就是0分，代表特斯拉完全没有行业的竞争能力。现在我们就来依序看一下波特五力的每一个因素。现有竞争者，像是我知道的 Rivian、Waymo 等科技新创公司，比亚迪、小米等中国低价电动厂商，以及 Toyota 和 GM 等传统车企的竞争相当激烈。但是我认为虽然有这么多的竞争对手，但是目前没有任何一家企业能决定性的跟特斯拉产品组合做竞争，所以这一项我给中等威胁0.5分。新进入者威胁，虽然电动车的入门门槛确实降低了很多，但特斯拉的品牌和技术形成了强大的护城河，像是 FSD 供应链的成本控管、Optimus 机器人的发表、Robotaxi 这种未来性的产品。所以我觉得新进入者的威胁是非常非常低的，我给特斯拉获得1分。第3点，替代品的威胁，像现在混合动力车的传统市场仍然占有一席之地，所以或许有些人可能还是会因为各样的因素考量后选择不买特斯拉，以及特斯拉本人的个性或是支持川普的立场也会让某些人反对购买他的产品。另外追求高单价的车款以及奢华跑车之类的消费者，也很可能会在特斯拉跟其他限量车款之间做出不同的选择。综合考量下我认为这些因素不认为会对特斯拉造成决定性的伤害，但顶多可能是局部性的影响吧。所以我认为是较弱的威胁的1分。再来买方议价能力，消费者对特斯拉的价格越来越敏感，特别是在竞争加剧的情况下和经济条件不佳之下，但特斯拉仍然有强大的技术能力做成本控管，去应对消费者的喜好。我记得去年至少就降价了4到5次吧，以应对消耗库存，并且刺激销量。另外近期特斯拉也正准备推出低价车款 Model Q， 就是一个很好的应对消费者议价能力的例子。扣掉政府补助的免税额整个售价会大约压在3万美金左右。所以我给买方的议价能力中等威胁0.5分。最后供应商的议价能力，特斯拉大部分的生产制造都是由自己一手包办的，但仍然有像电池原料或是零组件这些是外包厂商来生产。但主要的供应商威胁我觉得是在电池的加工和提炼，因为零组件能够较容易找到替代厂商，但原料加工的区域几乎都由特定的国家掌控。像这张图表可以看到，在电池制造的制程中精炼的程序几乎是在中国完成。另外阴极生产则是全部由日本来完成，但因为几乎全球的电池生产都会经过这样子的流程，所以这比较像是全球电动车厂的这种系统性风险。因此考虑到地缘政治与供应链高度集中的风险我给它中等威胁0.5分。好，总结分数，在满分5分里面，对我来说特斯拉在波特五力的分析拿下了3.5分，显示了特斯拉在行业内是有不错的优势，但仍需拉大产品竞争力，像是加速人形机器人的商用与 FSD 的技术发展，同时如何在低价车款中占有一席之地，以满足消费者的喜好也很重要。另外，如何解决电池供应商的地缘政治风险，也是持续关注的重点。这样的分析有什么好处？就是你能够透过这样子一步一步的脉络，发现有哪些因素是已经具备优势，哪些因素仍然需要谨慎并持续的关注。透过这样子的框架，你就能渐渐的提升对一家公司的分析能力，知道哪里是企业的强势之处，哪里又是要提防的弱点，可以帮助你做更客观、更好的投资判断。好，总结，我知道这3个框架的有一些要素彼此之间有相似性和重叠性，所以大家可以斟酌的替换或是使用。但我想要说的是这些框架让我们从内到外，从细节到大局全面的分析了一家公司，帮助我们逻辑清晰的建立投资 thesis。好，这集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个内容
对你建立投资思维有帮助，记得按赞订阅。如果有任何的心得与建议，也欢迎下方留言告诉我，让我知道这样的内容是否对你真的有帮助。如果你正在考虑怎么样过上理想的生活，欢迎看这支影片。如果你新年想要有新的目标，建立新的习惯，参考这支影片。这里是 Dear Joe， 我是 Joe， 我们下集再见，拜拜。